前几天，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深夜发来讯息，只有一句话：我对所有人都掏心掏肺，为什么到头来，世界好像从没善待过我？看着这句话，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那时候，我也曾是个燃烧型的人，以为只要真心就能换真心，只要善良就能被世界温柔以待。直到在职场被最信任的同事背后捅刀，在感情里被深爱的人当成可有可无的备胎，在友情中被认为最铁的哥们利用完就丢弃，我才在一盆盆冷水中恍然大悟。人到中年，最该明白的一件事是，这个世界从来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，人心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。你越是掏心掏肺，越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；你越是为别人着想，越容易被忽视和辜负。那些看似热络的关系，底下可能藏着你看不见的利益和算计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清醒。而真正的成长，正是从这种清醒开始的。你得明白这6个不必。1. 不必讨好任何人，那个讨好型人格的女孩，后来怎么样了？我想起大学时的室友小雅，她就是那种典型的讨好型人格，脸上永远挂着温和的笑，嘴边永远是好的，没问题，我都可以。帮室友带饭、取快递，她从不拒绝。同学的作业忘了做，她会熬夜帮忙补上。社团活动，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，她永远默默揽下。那时候的小雅看起来人缘极好，身边总是围着一群朋友。可毕业后，当他独自在大城市打拼，真正需要帮助时，才发现通讯录里几百个好友，竟没有一个能伸出援手。他找工作时，那些曾受他恩惠的学长学姐，没有一个帮忙推荐。他生病独自住院，没有一个朋友前来探望。他失恋时想找人倾诉，对方却不耐烦地说我很忙。他终于明白，那些所谓的好人缘，不过是建立在他无底线的付出之上。一旦他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关系就瞬间瓦解。最可悲的是，他为了不被任何人讨厌，最终活成了连自己都讨厌的样子。后来再见到他，是在一次行业峰会上，他成了一家公司的部门总监，言谈举止间充满了自信与从容。他笑着跟我说，我花了整整10年才明白，讨好换不来任何真心，只会让自己变得廉价，失去所有尊严。真正值得交往的人，欣赏的是你本来的样子，而不是你卑微讨好的姿态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越是放低姿态，别人越是看不起你？因为人性就是如此。你不是人民币，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。与其费力讨好，不如努力活成一束光，让对的人自己被吸引过来。2. 不必解释太多，那个解释狂魔的创业者，最后输在哪里？我认识一位创业者老王，能力极强，但有个致命的毛病，太喜欢解释。公司业绩下滑，他要跟投资人花1小时解释市场大环境如何恶劣；核心员工离职，他要跟整个团队解释自己管理上没有任何问题；产品出了 bug， 他要给客户写一篇3000字的长文，从代码层面解释技术实现的难度。有一次，他的 App 出现了严重的安全漏洞，用户数据有泄露风险。这本是危机公关的黄金时刻，道歉、补偿、立刻修复才是上策。但老王偏不，他亲自写了一篇10000字长文，详细阐述了服务器架构、攻击原理、防御方案。他以为自己解释得越清楚，用户就越能理解他。结果呢？用户看完更恐慌了。媒体抓住他文章里的技术细节大做文章，竞争对手趁机煽风点火。一个本来可以低调处理的危机，被他一通解释，
硬生生搞成了全网皆知的丑闻，公司差点因此倒闭。老王后来一脸憔悴地跟我感叹，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我的不容易，没想到越解释越掉价。人这一生最耗费心力的事，就是向不相干的人解释自己。懂你的人，一个眼神就够了；不懂你的人，你说再多也是徒劳。他们并不在乎真相，只是享受在你焦头烂额的故事里，扮演一个指点江山的看客。所以，别再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解释上了。沉默远比喋喋不休更有力量。你只管做你该做的，走你该走的路，时间会为你证明一切。3. 不必看谁脸色。那个活在别人眼里的中年男人失去了什么？我的邻居老李是个典型的老好人，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。买车一定要买小区里最大气的，哪怕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贷款。孩子上学一定要选别人眼中最好的名校，哪怕高昂的学费掏空了家底。甚至连周末去哪里吃饭，穿什么衣服，都要先考虑别人会怎么看。有一次，他得到一个绝佳的跳槽机会，薪水翻倍，前景广阔，但他犹豫了，因为那家公司名气不够大，他担心亲戚朋友会觉得他混得不好，越混越差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机会被别人抢走了。几年后，他眼睁睁看着那个抓住机会的同事一路晋升为公司高管，而他自己还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忍受着中年危机和领导的破。他有次喝多了，拉着我说，我这辈子就是个活给别人看的傀儡，到头来别人过得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但我自己真的活得好累。你越是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就越是会失去自己的方向。你的人生不是一场表演，不用讨好所有观众，那些指指点点的声音，你根本不必在意。真正的成长，就是从不再活在别人眼里开始的。当你敢于撕掉标签，遵从内心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4. 不必过度热情。那个最热心的朋友，为何最孤独？我有个朋友小陈，是朋友圈里公认的及时雨。谁家搬家，他二话不说开车去帮忙；谁创业缺钱，他毫不犹豫就把积蓄借出去；谁心情不好，他能陪着聊到深夜。他像个小太阳，无私地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刚开始，大家都很感激他，但时间久了，他的付出就渐渐变成了理所当然。他帮了9次，只要有1次没帮，他就会成为被指责的对象。有一次，小陈自己的公司遇到危机，急需资金周转，他放下身段，给那些他曾经帮助过的朋友打电话。结果呢，不是没人接，就是各种推脱。那一刻，他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人情凉薄。人性就是如此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你越是热情，越容易被冷落；你越是掏心掏肺，越容易被视为廉价。人与人之间，最好的状态是温而不烫，保持一点距离，尊重彼此的边界，这样的关系才能长久。真正的朋友，不是随叫随到的佣人，而是久不联系，依然能惺惺相惜的知己。5. 不必凡事较真。那个爱讲道理的律师，为何家庭不睦？我认识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师，逻辑缜密，辩才无碍，但在生活中，他这个优点却成了最大的缺点。他和妻子吵架，一定要从法律和逻辑上证明对方是错的。他和孩子沟通，总是要分个孰是孰非。和朋友聚会，别人聊天南地北，
他却总能从中找到漏洞，然后开始他的普法教育。结果呢？妻子觉得他冷血，不懂情趣；孩子觉得他专制，难以亲近；朋友们也渐渐疏远了他。有一次，他和妻子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不休，他引经据典，把妻子说得哑口无言。他赢了道理，却看到妻子默默流下的眼泪。那一刻，他才意识到，家不是法庭，不需要辩论，需要的是爱和理解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不同的立场和感受。你越想赢，往往输得越彻底。有时候，糊涂一点，退让一步，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顶级的智慧。6. 不必期待太多。那个付出一切的全职妈妈，为何满腹委屈？我的一位来访者，是个把家庭当成全世界的全职妈妈。她把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了家人身上。她期待丈夫下班后能看到她的辛苦，主动分担家务。她期待孩子能考出好成绩，来回报她的付出。她期待婆婆能体谅她的不易，而不是处处挑剔。然而，现实一次次打她的脸。丈夫回家就瘫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孩子觉得妈妈的付出是天经地义，婆婆依然把她当外人。每一次期待落空，都像一根针，深深扎进她的心里。她委屈、愤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她哭着问我，我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感激我？我告诉她，星号星号，你对别人好，是你的修养，别人如何回应，是他的选择。把幸福的钥匙交到别人手上，注定会失望。星号星号，所有的失望，都源于不切实际的期望。当你不再期待谁，不依赖谁，不指望谁，你会发现，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与自在，是任何人都给不了的。成熟的人，从来不是靠懂别人活。这6个不必，不是教你冷漠，而是教你清醒；不是让你疏离，而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。人生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最让人舒服的关系，不是你多有钱、多有势，而是你能分得清什么该留，什么该放，谁值得你真心以待，谁只配你礼貌微笑。当你不再讨好，你会吸引真正欣赏你的人；当你不再解释，你会拥有内心的平静；当你不再看人脸色，你会找回真实的自己；当你不再过度热情，你会收获更健康的关系；当你不再较真，你会变得更加宽容；当你不再期待，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人生到最后，拼的不是情商，也不是智商，而是谁能稳得住，稳住自己的脾气，稳住自己的情绪，稳住自己的那颗心。就像我的那位大学室友小雅，10年后，她不再是那个讨好所有人的女孩，而是一个有温度、更有棱角的女人。她学会了拒绝，学会了沉默，更学会了为自己而活。她说，这些年我才明白，成熟的人从来不是靠懂别人活，而是靠懂自己安身立命。是啊，当你不再向外索求，而是向内探寻，你的人生就真的清静了。你不一定能赢得所有人，但从今天起，你一定能赢回自己。